山脚下的财神庙，终年烟雾缭绕，求财求权的人络绎不绝。年轻人阿聪心里有个最大的愿望，他要成为最厉害的人，名声、金钱、权力都塞到爆，成为谁也不能瞧不起的大人物。经常拜财神的他，打听到庙后的禅房住着一名据说神通不凡的老修行。阿聪带了厚礼去请教，老师，请赐我一个能变强的法门。老修行看着阿聪满眼的欲望，没收礼物，只递给他一张小纸条，上面写着：满者必易，变则成反，唯空不坏，万化随心。阿聪看了一眼，心里暗笑，这年头修行人还是没有现代化，爱讲玄之又玄的废话。他随手把纸条塞进口袋，去庙中补财库，柳完发财金，下山闯荡。阿聪下山后，脑袋动得飞快，他发现正经赚钱如龟爬墙，太慢，于是搞了一个高科技虚拟资产投资平台。他把自己包装成理财大师，用保证获利的口号吸引一堆菜篮族和退休族。没多久，资金滚滚而来，他换上了定制西装，开着1000万超跑，每天在社群媒体晒精品与豪宅。他觉得自己满到了极点，是财富自由的主人。然而这只是一个庞氏骗局。当资金链断裂，整场投资诈骗瞬间崩盘。阿聪被愤怒的投资人围堵，原本的朋友瞬间变成债主，账户被金融主管冻结。他发现那种满的感觉像气泡，吹到极限，嘣的一声碎掉后，只剩下沉重的债务与官司。阿聪不认输，也不甘心，觉得钱没了是因为背景不够硬。他回到家乡，从基层选举开始，凭着3寸不烂之舌选上了里长，接着又再上层楼，吊车尾选上民意代表。当他第一次穿上议员的背心时，确实想过要为乡亲做点事，但很快的，阿聪发现要维持最厉害的地位，代价高得惊人。看着每个月入不敷出的闪民服务费、红白帖 K 支，阿聪盯着人事薪资表发愁。他看着身边资深的民代个个出入名车，他心里那股不能输的火又烧了起来。反正这些人头也是在帮我做事，只是名目不同而已。他对自己说。第一次签下虚假助理姓名时，他的手在发抖。第二次，他告诉自己，这是政治常态。到了第3次，他看着入账的拨款，心里只剩下计算的快感。阿聪觉得自己太聪明了，能把国家的预算变成自己的银弹，这就是厉害，这就是手段。接着，建商老板带着沉甸甸的茶叶罐走进他的办公室。老板指着地图上一块绿地，笑着说：阿聪一言，这块地要是变更成商业区，这里面的茶叶够你选3届市长。阿聪看着地图，心里闪过一丝不安。那里是老李民们晨运的公园，但他随即想到，如果有了这笔钱，他就能买下更多精美的竞选广告，能站上更高的讲台，让所有人仰望。公园没了可以再造，但我的机会没了就没了。他对建商露出心照不宣的微笑。阿聪在议会拍桌叫嚣，名义上是为了地方发展创造就业，实则为了护航特定的建商。每当法案通过，阿聪看着那些建商，对他卑躬屈膝。他觉得自己简直是城市的造物主，权力感饱满，走路飘飘然有风。那段时间，阿秋的皮夹塞满名片，手机通讯录塞满权贵电话，他的生活被应酬和密约填得没有一丝缝隙。他说，就叫充实，叫巅峰。阿聪以为掌握了整座城市的潜规则，就在准备角逐市长的前夕，
那些护航的通联，诈领的账册，成了铁证。他从民意代表变成了编号2105，被关进了不到2平的牢房。在绝对的狭窄中，他想起老者说的变则成反，最有权的人成了最没自由的人。权力到了极限，换来的竟是彻底的失去自由。出日后，一无所有的阿聪再次回到财神庙参拜，他跪下大哭：师父，我满过了，也碎掉了，钱变成了债，权变成了牢，这空到底是什么？老修行坐在同样的位置，面前摆着2个纸盒子，第一个盒子塞满了阿聪当年的判决书与沉重的发迹传奇报道。老者说：你折折看。阿聪费尽力气，因为里面太满，盒子只能扭曲变形，最后硬生生撑破。老修行摇头：这就是你追求的满，一旦到了极限，就只剩破裂。老者又拿出第2个空盒子：现在你再试试。阿聪轻轻一压，盒子扁了，再一折，变成了长条。因为它是空的，盒子能随意改变形状，适应各种空间。空不是没有，而是不设限的弹性。老修行淡淡说：你以前追求的东西都有体积，所以会挤压灵魂。真正的厉害是像这盒子，能装万物，却不被万物卡死。阿聪悟了，他回到山脚的老家，不再去想怎么塞满人生。他改行做资源回收，每天推着手推车把废弃的纸箱压扁叠好。邻居酸他：阿聪，以前你开名车当一言，现在收破烂，你不觉得人生空空很悲哀吗？阿聪哈哈大笑，拍了拍空荡荡的车斗说：你不懂，就因为它是空的，今天想装纸箱就装纸箱，明天想装塑胶就装塑胶。我再也不怕东西会满出来，把车压坏。我现在才是真正能随应万变最厉害的人。从此山脚下多了一个怪人，每天看着空盒子笑。财神庙的香火依旧鼎盛，大家依然在求财求满，唯有阿聪步履轻盈的像一阵风，在空荡荡的货车上笑得比谁都快活。